还跟着他们。我是来监督陆浩云，带去离空。前进！师傅，这法子能有用吗？这是我在士官学校琢磨出来的，专门针对日军坦克，可是没有机会实战过，但愿管用吧。万一也不管用，那咱们也做敢死队员。那你路上小心。谢谢你，冯政委。集合。出发。长官，没想到这梅英苏是共产党，原本还以为他只是亲共，那陆浩云会不会也是共产党？长官，最近上峰正在严防共党，我们要不要？这件事情我会处理，你们不能向任何人提起，记住了吗？是，长官。走。躲开开！陆浩云，看你这次还有什么招数？让宫崎龙井加强炮火，不要停，直到我军攻入敌军阵地。指点点，这样会误伤自己。究竟这个废物，如此优势的兵力都不能摧毁中国军，不用顾他的生死。就算不管求将军，可我军步兵方阵也会。你们该考虑的问题。嗨！执行各项命令，保持后勤，压制敌军火力，阻断敌军后援，直到我军攻入中国军阵地。报告长官，装填完毕。办事，放。为什么炮击还不停止？难道要等我们冲上中国军队的阵地？闭嘴！准备战斗！现在这开始疯了吗？现在！
为靠这么简单的一条反坦克号，就可以阻挡我军的装甲战车？中国军真是可笑。看来用不了2个小时，我军就可以拿下美嘴塘了。看你了，陆浩云。难道中国军要放弃美嘴塘阵地？可是美嘴塘阵地失守，煤炭山要塞的侧翼就会暴露在我军面前。他们怎么会放弃这里？阁下，我军攻入中国军阵地后，炮击是不是可以停止了？停止吧。是。致电阁下命令，停止炮击！停止炮击！看来中国军确实已经放弃了阵地。实力的巨大差距，不是战术可以弥补的。我军拿下美嘴塘阵地后，煤炭山要塞就无险可守。中国军遏制我军长江航运的计划，也就不攻自破了。看来陆浩云不过如此。牧野军为何要如此吹嘘此人？陆浩云对我军的威胁越大，牧野峰也就越重要。明白什么意思吧？是。发射信号弹。邱长官，当你看到第一发信号弹后，要在3秒钟之内击中400米高的油桶盖，有把握吗？没问题。带头来。逆向，快看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起这么大火？
谢谢你来啊！打小鬼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石长官，你可以啊，居然还敢上战场。陆浩云，你是不是又违反军纪了？在这一点上，我可比你强啊！哎，别说这个了。石田的部队很快就会到了，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。来了就来了呗，难道我们还怕那些龟儿子？师傅，咱们不有条反坦克壕在吗？等鬼子那帮铁乌龟来了，都他娘的把它翻个个儿。日本人不是傻子啊，一场火炮下来，那条反坦克壕也就撑得了一时。我陆老弟说的对啊，川军加上我们新四军，兵力还有火力，跟小鬼子硬拼硬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我们是守方，军心士气自然比他们高一些。我们能不能坚守待援？这日军啊，训练有素，一天之内可以发动10多次冲锋。我们没有后援的话，这个阵地肯定守不住。大不了就是个拼命，怕啥？你可以死，他不能死。我咋就可以死呢？我倒是有个法子，不知道能不能行。东华哥，咱挖这有什么用啊？你不懂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行，好嘞。娃子，日军发起进攻的时候，会先进行一轮炮火覆盖。你要带着弟兄们躲在这个反斜面下，避免伤亡，等待我的命令。看到第一发信号弹的时候，邱长官会引燃战场上的火墙。你和弟兄们只有20秒时间，去买好炸药，然后迅速回到这儿。当你看到第2颗信号弹的时候，引爆炸药。放心吧，营长。你娃命大，给我活着回来。高低670。加强装弹。一群废物！究竟是宫崎也是废物，简直是帝国军队的耻辱！现在当务之急是加强这儿的兵力。是对，加强防守。好，你先过去。对。
好，你看到还有这儿。喂，你稍等，师座，怎么了？您的电话。对，哦。喂，长官，我军已击退敌人5次进攻，摧毁战车3辆，歼灭敌人步兵小队127人。好，干得漂亮！嘿嘿，你龟儿子总算有点出息了。再给老子坚持6个小时，集团军就会给我们派援兵了。明白。阁下，宫崎君，刚才我军战车遭受攻击，为什么你的炮兵没有开火？没有阻止敌军的阴谋。那的反坦克好，距离全军的前沿阵地不足100米，重炮的这种距离上，很有可能会误杀我军的战车和步兵。误伤也比被敌军摧毁好。宫崎骏，看来你并不能取代牧野峰的位置，我可能要找别的人来顶替你。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条反坦克号？你们谁能回答我？织田阁下，会不会是陆浩云研究的战术？牧野君曾经说过，陆浩云对反装甲部队和防空上面有很深入的研究。他在士官学校所写的毕业论文，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战术。在绝对压倒的火力面前，任何战术都无效，谁来也没用。宫崎，加强炮击，把这条壕沟炸平。是，阁下。阁下，刚才我军的战车遭到了火炮攻击，可中国军的炮兵阵地到底在哪里？看来他们的炮兵指挥官非常狡猾，他知道自己处于火力劣势，所以不但做好隐蔽，而且只做精准打击。发射3发炮弹，2发命中我军战车。这个炮兵指挥官的火炮技术，或许只有牧野军才能与之。闭嘴！牧野风雨效忠天皇，没有他，我们一样可以拿下美嘴岛。嗨！放！前进！准备信号弹。发射。撤退！让战车和步兵都撤下来，快撤下来！是。敌人，冲！
阁下，以目前情况看，我军有可能拿下北这种推断不需要你来告诉我。阁下，九井军的部下伤亡惨重，伊藤军也已经阵亡，就连宫崎军的炮弹也已经剩下不多了。您看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准备后撤，等待援军呢？后撤？我军将士奋战一天，精疲力尽，难道敌军不是最后一口气？现在撤退，我军将士的血就白流了。我相信，大日本帝国的军队一定可以奋战到最后，彻底摧毁敌军。传我的指示，命令剩余战车退回出发阵地，整理部队后再重新发起进攻。宫崎龙井打完剩余炮弹，也投入作战。所有辎重部队和工兵都投入进攻。嗨！日天天，中国军的游击队偷袭我炮兵阵地，阵地就要失守了。混蛋！阵地要是丢了，你自己向天皇谢罪。日天天，我军的守备部队都已经被调走，去进攻川崎阵地了。我阵地的炮兵都已经投入作战，阵地真的守不住了。给我守住，援军马上就到。阁下，我军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了。听着，守住阵地，一门炮都不能丢。我马上派人增援你。守不住了，日天天！炸掉火炮，把所有火炮炸掉！快冲！撤！嗨！东马，小王，你帮我处理一下啊。东马，医生，
医生，东娃，你做的菜真好吃。等打完仗，我去帮你忙，不用工钱，你管吃就行。东娃，东娃，东娃，小苏姐，医生，医生，你快来看看！怎么了？东娃，小姐，你怎么也死了？我没死，你也没死，东娃。营长呢？营长怎么样了？陆长官在美嘴塘打仗，你别担心啊。不行，我得去帮他。现在跟着营长的是赵家祥那个孙子，他打仗不要命的，我得去帮营长。东娃，你听我说，医生在帮你处理伤口，你先躺下，啊，东娃，东娃。营长，医生，怎么样？营长，营长。这次可消灭不少鬼子呀！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营长的谋划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你就吹吧，之前说打不过的也是你啊。陆长官，你是怎么算的呀？这每次一打就中。哎，之前不跟你说过吗？那打炮是技术工种啊，要会平面几何、三角函数。那为啥我师傅找你们一帮上过学的人来练炮啊？对吧，师傅？东娃没事吧？啊，东娃，腿伤了，没啥大碍。好，我说，陆老弟，都看了半天了，这仗也打完了，你是不是想找借口少分我东西啊？我陆浩云是这种人吗？你帮了大忙，这战场上的一半都是你的，你自己选。那行，你看见了吗？那兄弟，正在拆这个坦克上的这个炮，就给我3门炮啊，就3门，怎么样？一共就3门炮，都给你，我怎么办？哎，做人咱得大气一点吧。我帮你也不是1次2次了吧？要你3门炮，你都不给。这样，那战车上的机关枪，通通都给你，可这炮我得留着。陆长官，那个坦克都已经被炸了，上面的枪和炮肯定不能用了。被炸了也不能全被炸坏吧？那拆吧拆吧，没准还能装出1门炮来呢。哎，我说你们一帮川娃子那么穷，就不会精打细算吗？给国军丢脸了！哎，你鬼子没大没小的呀！啊！好，行了，既然我陆老弟说话了，那我也给你面子。不过呢，你得给我当这1个月的教官，给我们新四军的兄弟们讲一讲怎么用这个火炮，行吗？合着在这儿等我呢？可以吗？行，我答应你。好，那咱大老爷们讲话了啊，一口唾沫一个坑。我要让所有的新四军兄弟们都成为你陆浩云这样。只要他们肯学，我乐意教。为了留下来这几辆战车，川军弟兄死了多少人呢？回去吧。下车，停下，停。走吧。行。站住。走。嗨，走。你，后面排队去。你，这是什么？木野君，您不是阵亡了吗？谢谢大兄。站住！带我去剑池天殿。是。摩托车，快点让开！来，请。走。
带他来见我。据点阁下，木野军已经带来了。进来。木野君能回来，真是帝国之大幸。木野峰这次非但没能为帝国杀敌立功，反倒实现了敌手。虽然侥幸逃脱，却也不配再做帝国的军人，请殿下责罚。木野君言重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木野君不过是遭到了阴险狡诈的中国人暗算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如今真是用人之际，还请木野君不要挂怀，努力为帝国效力。多谢殿下体谅，可木野峰驽钝无能，恐怕再也不能为帝国效忠了。木野君若是无能，那帝国就再也没有人才了。我记得我同木野君说过，推荐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。司令部已回电，同意了我的推荐。木野君，从现在开始，正式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，负责指挥当涂前线部队，包括炮兵和装甲兵在内。希望你这次竭尽全力，攻克煤炭山要塞，击败陆浩云。可是我被俘的事情，司令部还不知道。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，司令部永远不会知道。胜利者是不会被指责的。嗨，谢谢执行殿下，木野峰一定不负所望。要为共党收集情报，要唱戏掩饰身份，还要兼职照顾伤员，讨人欢心。梅小姐身兼数职，真是比前线的战士还辛苦啊！邱少校又要执行军法，又要兼顾私情，还要经常怀疑这个调查那个，那才叫辛苦。梅应苏，我早就怀疑你的身份，没想到你真的是共产党。怎么回事？中国军队用装满炸药的马车炸开了城门，城内的中国人都跑了，木野军已经开始追击。木野峰会这么积极去追陆浩云，应该是舍不得梅小姐吧？执殿阁下，陆浩云刚从后台逃出，我们就封锁了城内的主要道路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他不可能及时逃出城。所以现在不管木野军去做什么，我们都应该速查城内。陆浩云既然敢来当涂，就一定留了后手。我们出城。可是，无论陆浩云是否逃脱，只要梅印苏在我们手上，就不怕他不上钩。既然城外有人接应陆浩云，那梅印苏肯定已经出城了，懂吗？嗨。
陆坚，这把枪是小苏的，我没能够保护他，你帮我把这枪交给他，希望他能用这把枪保护自己。我该走了。看来我还得做你的部下，再帮我一次。看来不太对劲，95越野车军中很少有，只有高级军官才能配有。但这附近应该只有支点跟我。邱若，宪兵队的人，快，做我上人质。没事吧？你没事？陆浩宇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他是我的朋友，我能从当涂县城逃出来，多亏他帮了忙。你怎么开枪啊？可他拿枪指着你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想放了他不成？我是要放了他。陆浩宇，你别忘了，你是国军少校，你不是土匪，你跟一个日本人讲义气，连土匪都讲义气，我堂堂一个国军少校，连土匪都不如吗？你自己一堆违纪还没处理完呢，你还想罪加一等吗？赶快走！走。陆军，不用替我小心。走。邱长官，如果是在战场上我遇见他，我会第一个开枪打死他。可今天你要是带他走，你就杀了我。长官，日本人来了！上车！前进！志甜甜，前面已经没有退路了，
他们挟持木叶店汽车逃到对面的山上去了。你带人上去堵住陆浩云退路，格杀勿论。指点点，如果他们用木叶军作为人质怎么办？那就一起杀掉。嗨，陆浩云，看你这次往哪儿跑！快走！前进！枪给我！你走！你走！我养活！别扛了，走！陆浩云，你先走，你比我重要。胡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以大局为重？大局？我向来都是意气用事，你才知道。余威，带着木叶帮回梅台山。不行。你知不知道一个日本军官对我们很重要？那也不行。你想违抗命令吗？反正我不走，就算要死，我要和你死在一起。我们遭到了埋伏，撑住！当涂的援军马上就到。指令阁下，我们抵挡不住了，必须撤退！不行，我今天必须要杀死陆浩云。对，指令阁下，撤！别让你打人也撤！快撤！走，撤退！小鬼子，欺负老子没有炮是吧？早早晚晚得收拾你们！来了，别催。一逼，快一逼！前进！基准炮射击中远调整，基准炮射击中远调整，目标敌固定阵地，目标敌固定阵地，方向西偏南31度30分，方向西偏南31度30分，标尺312米位，标尺312米位，3号装药。3号装药，报告长官，装填完毕。发射，预备，放。
延伸射击太过缓慢，给敌人太多进入阵地的时间。阁下，不是每个人都是牧野军，宫崎军已经表现得不错了。也不知道牧野峰现在是死是活。阁下，牧野军已经得到天皇陛下的嘉奖，他是不会给帝国丢脸的。他现在想必已经阵亡了。那可不一定。牧野峰只是看起来像一个武士，你们并不了解真正的他。他这种人，面临生死，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。日军果然要去李庄，王兄，幸亏你及时赶来，不然师部要管大了。这是梅姑娘冒死送来的消息，老弟，对不住了啊！这一次又不能把梅姑娘给救出来，我要以大局为重啊！我明白，小四的事儿，应付完这次袭击以后再说。我就奇怪了，他们是怎么过来的？前面的川军阵地怎么就没发现呢？是这样的，皖南的山间小路特别的多，川军对此不太熟悉地形，再加上日军有空中侦察优势，让他们发现了空隙，自然就会从小道渗透过来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方兄，我们要拖住这支日军部队，你马上派兄弟去李庄报信儿，不然川军要吃大亏。好，德柱，你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李庄，通知郭师长。是，快去。方兄，一会儿我们这边一开炮，日军肯定会分出一支小部队，试探打击。你们呢，从那儿侧边袭扰，掩护我们撤退。好，其他的兄弟啊，你们都留下，跟我一起战斗，听见没有？跟我走。你们俩把炮装好。哎，多亏你让川军留下来一门炮给你研究，不然这次都得抓瞎。谁会像你那样那么笨？学来学去就会装炮弹。这个人是个属鱼的，就不能夸，非得打着走。这会儿还斗嘴的？两组前进，15分钟内必须赶到李庄。嗨！预备！哪里来的迫击炮？好像是西南方向。注意，让迫击炮后击。嗨！东王，方向右42米位。高度610米位，加强2号弹药。怎么回事？注意掩面！撤。大连长，你带人去西南方向勘察一下敌军的部署。嗨，一小队，跟我走。今天迫击炮注意掩护。师傅，这大山坡的跑啥呀？鬼子炮又打不着trận。这么长时间了，还啥都不懂，现在知道了吧？那鬼子
的炮兵找不着我们，就不能派步兵上来吗？鬼子带队的军官很有经验，他猜出来我们只是需要部队，老方要小心了，这仗可不好打。营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加强，架炮，我们一定要拖住这队日军。发现炮弹，通知救进军，这是中国小分队。快撤！快走！快走！人已经没了，快走！副大军，哎，副大军，哎！李大队，继续前行，只不过是敌军的小股力量。哎，对我的眼睛！救进去！胡大军，你别渗破！不用管他们，我们继续向李庄前进。嘿！救进去！救进去！救进去！你没事吧？救进去！别8个月了，胡大军，给我带人拿下那个山峰，给我炸了他！救进去！我时间不多了，我不能继续把中国军的小分队救来，我必须离开这里了。就算我们现在按原计划去突袭李庄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们也不会有机会成功。这里距离李庄只有3公里，刚才的炮声，估计他们已经听见了，提醒了他们，让他们有了警觉。而如果我们空手而回的话，肯定逃不过军法的制裁。据我断定，对面山上的那个中国炮手，就是陆浩云。陆浩云，真的骗死？是的，仅凭一门炮就拖住我们这么长的时间。中国军队，尤其是在川军中，不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炮手，并且只有我们抓住陆浩云，天阁下才不会怪罪我们。嘿，支队小队，过来！陈毅。陆浩云，希望你真的在这里吧。
走！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皮外伤。师傅，小鬼子盯上我们了，撤吧！我们撤了，师傅就完蛋了。不撤的话，真是来不及了。你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你要再给我推撤，我一下毙了你！抓捕！2号装药。前进！快！队长，陆浩云的位置暴露了，我们撤吧，不然也得死在这里。我们要先撤，陆浩云就死定了，133师就全完了。队长，你先走，我们留下拖住鬼子。屁话！我要是先走了，还怎么当你们的队长？走！加强，2号装药。东北方向距离460米，逆纬32。高地620米位。加强，2号装药。元总，咱没炮弹了。快！师傅，先走一步。
活着真好啊！别拦着我，走开！紧急进入！怎么回事？我要见郭师长，紧急进入！你不是新四军的人吗？怎么？你别废话了，鬼子来了！走开！走。师座，师座。长官啊，鬼子围攻师部了，什么情况？你说清楚。东北方向3公里，装备精良，人数众多，我们队长正在想办法拖住他们。3公里，这么多鬼子怎么打过来的？那还能是咋打过来的？从你们阵地布防的空隙里渗透进来的呗！这帮龟儿子，连鬼子从阵地旁边摸过来都不知道吗？都瞎眼了！长官，事到如今，您别生气了，赶紧去救他们吧，人太少了，根本拖不住鬼子。你放心，小鬼子敢来端老子的师部，就一个也别想回去。快，让警卫连马上出发！哎，长官，你不能自己去啊，师部还等着你坐镇指挥。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，老子还指挥个屁呀！那让我带警卫连去吧。老爷，老爷，西边的小鬼子抄上来了。郭大柱是咋报的信儿？援军还没到，啊！凤兄，看来我们是等不到援军了。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。队长，我来掩护你们，你带着动马往山下冲。方兄，我们逃不掉的。你，营长，鬼子上来了！兄弟们，战死也要拉起垫背的！是。
牺牲的兄弟，先都统计下来，走。国家柱，你们看你的了。王队长，哎呀，你们新四军3番5次的帮助我们呢，我郭某真是感激不尽呐！博士啊，你太客气了，咱们俩是联合抗日，共同打小鬼子嘛。你看看啊，这一次缴获的这些物资，咱们还是按上次的分法5-5开呀！啊！方案同志，这都啥时候了，你还斤斤计较？哎，冯政委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方队长这次带着情报过来，救了我的师部，冯政委又亲自来救陆浩云。哎呀，这比给我100挺机枪都重要啊！陆浩云可是我们川军的宝贝。家属，你干什么的？太君，你干什么的？哎，卖梨的。卖梨的啊。嘿，过来拿梨。梨不错啊。哎，是，太君，我可以进去了吧？进去。哎，好。哎，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看检查。哎，先生，这个梅老板什么时候出来？哪那么快？名角一般都是压轴的，前面啊总会有几出热闹戏。那他什么时候来啊？这就不清楚，兴许啊临上场才来。你也真够心急的，挑个担子就上来了。哟，梨不错，怎么卖？不卖。哎，您看。这有病！盯住那2个岗哨，你一定要把眼睛放大，观察每一个路人。如果发现可疑人的，立刻汇报，在楼上再加一支暗哨。还有，在那条街道派一支巡逻队，不停地巡逻，发现可疑人的，立刻汇报。对面那条街道也加一支巡逻队，而且2支巡逻队交替巡逻。巡逻队的间隔时间是10分钟，而且每一支巡逻队必须有军官带队。听明白没有？嗨。看时间，梅姑娘应该快要到了。戏台周围加强警戒，再加一支巡逻队。嗨。队长。是。看来大家都很期待你这位海上名角的演出，不要让人们失望。请问梅小姐，宫崎骏，这次多亏了你通报牧野峰的下落，否则失去了梅应苏这个筹码，要再引诱陆浩云出现，就不太容易了。阁下，我是为帝国效力的，而不是为牧野峰个人。不过，阁下，陆浩云真的会来当涂吗？我已经在报纸上刊登了梅应苏的消息。以陆浩云的性格，他一定会赶来救他心爱的女人。
我说兄弟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在这儿卖梨卖的好好的，你也过来卖？哎，说你呢，你会不会做生意啊？你懂不懂规矩啊你？好，你卖你的，卖你的啊！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卖梨嘞，正宗的水晶梨，不甜不脆不要钱。哎，太君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哦，穆月君让我带他进来的。梅英苏想吃梨子。穆野峰身为松岛先生的得意弟子，竟然对一个中国女人迷恋到如此地步，真让人失望。他如此重视梅英苏，不正是阁下可以利用的吗？穆野君，卖梨的带来了。哎，给我挑5个梨。啊，是太君。等一下，这个是坏的。小苏有个习惯，演出之前一定要吃水晶梨润嗓。他会请人出去买，要不就把他请到后台。这个就是行动计划。报上说，戏台搭在当涂县城十字路口旁的城隍庙。你混进去，想法把这个交给他，让他配合我们。太君，这不是坏的，这也是太阳晒的。这种梨啊，最甜。这梨连芯儿都是甜的。好，多少钱？5角钱。哎，您拿好。同学，送他出去。好。赶快滚！慢着！太君，您还要买梨吗？刚才少了1角钱，拿着。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这位先生，你做的是小本生意，这么粗心的，难道不怕归本吗？现在这兵荒马乱的，生意不好做。还好皇军到了之后，保境安民，我们总算有口饭吃。这是帝国军人的责任。走吧。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哎，难道？
来去！走。小苏姐，你可算出来了，跟我走。哦，你们两个去盯住他，看看他到底去做什么。哎。 我们被人跟踪了，快走！那边。致电阁下，梅印苏正在化妆，马上可以登台。好，那我就在这里等着，看看牧野军的心上人到底有什么不同。 殿下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。那也是敌国的普通人。不过牧野军，请放心，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，梅印苏就是你的。殿下，抱歉，我有事离开一下。梅印苏为何还不出来？致电阁下，我再去催他一次。不用，他就算再怎么拖延时间，你还是要登台。城内布置的怎么样了？安宁的夫妇进来的不管，出城的仔细排查，只要陆浩云进了当涂，就别想离开。很好，加强戒备。 陆浩云会在这2天动手。为什么会是这2天？前几天我们的戒备森严，而最后1天，我们绝对不会放任何人出去。他就算救了人，也走不了。所以他的最佳动手时机，就是这2天。前面已过去4天，而我们的警戒已渐渐开始松懈。 为了引他入网，我们还会放一些人出去，因此，陆浩云的最佳动手时机，不是今天，就是明天。致电阁下果然妙算，令人佩服。你再去调一队人过来，不用守在这附近，免得陆浩云不敢动手，守住城门即可。嘿。 多年不见，你的胆子越来越大。
浩云真的来了。小苏姐，快！枪响了，鬼子马上就过来，你快去，那个屋里有衣服，你赶紧去把衣服换了。去呀，别愣着！立刻派人去搜查枪响地点，让宫崎龙井守住梅印苏。无论陆浩云玩什么花样，都是为了救这个女人。想要救人，放马过来！看来你的计划出问题了。所有人，跟我走！是。你给我听着，现在情况有变，一会儿鬼子来了，按我说的做。刚才不都说好了吗？你要想活命的话，就按我说的做，不然鬼子弄死你。好。这都啥时候了？这人咋还没救出来呢？啊？不能出事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别迟了，走了。救！长官，发现一个活的！太君，别杀我！求你别杀我！你说，怎么回事？我就是来付钱的，后来突然进来两个人，还要抢我衣服，他们后来开枪，把两个太君给杀死了。就跑了。带走。怎么回事？根据这个侦问人所说，他是给梅印苏买鸡的，结果忘记带钱。他回到后台去取钱付账，结果被小贩骗到了家中。小贩和他的同伙杀死了2名士兵，并试图抢走他身上的西服。也就是说，陆浩云想要扮成他混进化妆间，救梅印苏出去，却因为意外枪响而没有得逞。哎，我已经命令封锁城门，绝不会让陆浩云逃脱。好。集合军队，全城搜捕。哎，等等，你是什么时候被抓的？报告太君，是付钱的时候。你手上被捆绑的痕迹，至少有1刻钟的时间。从枪响到酒井带你回来，最多不过5分钟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，是真的。太君饶命！太君饶命！我说。最后一次，怎么回事？是帮小苏出去买梨的时候就遇到。
你确定化妆间只出去一个人？嗨。陆浩云冒充大官生混进化妆间，而梅应苏已经离开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在化妆间的人是陆浩云。记住，我要抓活的。我们走了陆长官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他肯定能逃出去，我们别给他添乱就行了。那他怎么脱身啊？营长那么聪明，还能被小鬼子给害了？坏了，肯定是因为刚才想象小鬼子要封城了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出去，鬼子抓到我就不会封城了。你逃出去，以后给我和陆长官报仇。哎，营长还没死呢。再说了，我要用你去吸引鬼子，那营长出来还不得把我杀了替你报仇？那怎么办呀？鬼子肯定会全城搜捕，到时候一个都出不去。姐姐，你少说两句，我就想出办法了。究竟增派部队封闭城门，全城搜捕。陆军，多年未见，风采依旧，令人赞叹啊！就知道骗不过你，真没想到，我们在这种情形下又见了面。是啊，本以为久违重逢，能够把酒言欢，共享昆曲，没想到现在分属敌国。我听说那个织田让你到当涂前线做指挥官呢。是啊，你不也在煤炭山附近？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次真正的较量。好啊，我正想看看这些年你有多少进步。不过那个织田我是一定要杀的。
织田那个女人的做法确实很过分。如果你要杀她，我不会干涉。对了，陆军，织田店认定你肯定会来救小苏，本来有些怀疑，没想到你真的会来。小苏是我的朋友，我是一定要来救他的。不过他在你的部队里平安无事，相信你一定保护了他。多谢，陆军。小苏他也是我的朋友，你不用替他感谢。不过，你不怕我揭穿你？你现在就可以揭穿我。好啊，等你走了之后，我肯定会揭穿你。陆军，我送你出城吧。不必了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前面就是城门，我自己走。赵家强，陆军，这是你的安排吗？这是最后的招数了。你们那个织田反应极快，要不是那声枪响之后就封锁了城门，我的手下也没必要上这种手段。不过我想现在你恐怕更难出城了。陆军，我帮助你出城吧。长官，出什么事情了？注意，有敌军奸细混入县城，现在可能已经逃出城门外，听我指挥。嗨，长官，嗨。